真的好难呢。这是一段以火山与海岸为主题的旅程，去爬一座像是在异世界里的休眠火山堆，在山顶感受到的妖风，好像仍然带着350年前火山喷发时的力量。去看被认为是世界上水质最清澈之一的湖泊，于是被它最美的深蓝惊艳到了。我想在这美国最深的湖里游泳应该是不错的体验，结果还是给我留下了红色的印章。去走进世界最高古老的美国海岸红杉树林之中，在巨物之间感受自然的压迫感，以及某种探险的乐趣。又来车了，我觉得这条路我要开到绝望了。这个路我已经开了1个多小时了。最后沿着海岸公路返回，经过北加州最松弛的小镇，以及美国西海岸最高的灯塔，与阳光下有力的海风拥抱，与海鸟一起共进午餐。早上赶海去看还没苏醒的海星，晚上莫名兴奋地去追海上的日落。这趟串联起加州北部与俄勒冈州的3个国家公园，为期10天的旅程，我把它称作美西火山海岸小环线。而这次我的旅行方式依然是我们熟悉的独自床车露营自驾，全程以车为家，自己做饭野餐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尝试了一个小红书网红汉堡店。汉堡店跟你们的老师，他在订餐 ，one of our best，我们最好吃的汉堡就是 Oh my God。店员那一口流利的中文点单，直接让这个巨大的汉堡身价翻倍。所以，如果你也想开启一段远离人群、节奏松弛、体验独特又充满期待的旅程，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出发吧。朋友们，我又开启了一趟旅程。那我这次租的车也是一辆 SUV， 我已经把车都 set up 成 car camping 的形式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第一站。从我所在的北加州 Sacramento 出发，向北行驶3个小时，在进入内华达山脉的森林后，便抵达了公园门口的标志牌处。欢迎来到拉森火山国家公园，这是我第29个美国的国家公园。整个拉森火山国家公园的玩法很简单，不管你是从南北哪个门进来，都是沿着这条全长30英里的景观公路一路行驶和停留。这条公路围绕着拉森峰蜿蜒曲折，如果不停车，大约需要1个小时可以开完全程。如果沿途停下来观景，可以根据公园推荐的停靠点，按公路沿线的编号挑几处重点停留，1天的时间就足够了。我这次的安排是因为第1天抵达的时间较早，所以就先去了2个观景点。马上要去第一站，是一个地热现象。这个指示牌上说，我们能在这儿看到的每一块石头，都是源自于火山喷发。与那些从视觉上把人拉进景区公园不同的是，这里是从嗅觉开始，就让人迅速意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火山环境。现在还没走到这儿呢，就已经闻到臭鸡蛋味儿了。这感觉让我想起来了黄石国家公园，所以这里也有小黄石的称号。翻滚的泥浆池不断散发出类似臭鸡蛋的气味，是硫化氢，来自我们脚下依然活跃的拉森岩浆系统。这个泥浆池也挺臭的，跟黄石的那个 mud volcano 差不多。虽然这里表面看似平静，但实际上有着一股股强大的地质力量正在暗中涌动。地下的岩浆将渗入下去的雨雪融水加热，再顺着地壳裂缝向上喷涌，所以在这里还可以看到一些不断升腾的蒸汽。
这些地热现象都在说明公园内的火山活动并未消亡，仅仅是处于休眠状态之中。沿着公路继续前行，车子也在不断的爬升。公路两旁不同的停靠点，就是从不同的角度仰望拉森 Peak 拉森峰。那不规则的山体与起伏，像是被大地顶起后凝固下来的形状，带着一种粗粝而原始的力量感。傍晚来临前，我来到了一个湖边的野餐区，准备吃个晚饭。Lake Helen 在我看来是公园里最美的湖，就静静地躺在拉森峰的脚下。30多米深的清澈湖水让它呈现出深邃而冷冽的湛蓝，尤其是在火山峰灰色调的映衬下。2500米高的海拔让这里直到夏天还依然会有未融化的积雪。水真的好蓝呐、雪还没化，所以特别的滑这地面。今天晚上准备吃个泡面，又是我的保留经典项目。我真的感觉我把泡面带到了美国的每个角落。用这个瓦的泡，可以晚上不用洗锅了。从家带了点生菜。脚下是松软的雪，眼前是深蓝的湖，空气却是夏季的暖，轻柔的风伴着夕阳而来。这样的野餐时刻，真希望时间过得慢点儿。终于我的面泡好了，还放了一点点青菜在里面。哇，饿一天了，真的感觉好好吃。我又从家带了鸡蛋和胡萝卜，补充维生素和蛋白质。你说现在大概零上20几度吧，然后这地上的雪还不化。这回依然是 car camping。因为我是从家走的这一回，所以我就直接拿了这个我放衣服的一个整理箱。这个依然是之前在特斯拉露营里面推荐过的睡垫。然后这边是放的 Jackery 充电，因为不用飞机托运嘛，所以可以从家直接把这个拿上来。回到车上换个衣服，准备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湖水，因为这里也是公园内允许游泳的好去处。哇，好凉啊！
还以为今天没有地方洗澡，然后在这个河里面洗个澡呢，结果冰凉的水根本没有办法忍受。本来想优美的拍照，结果把手给卡了，还好没有破。接下来我打算早点去我今晚车宿露营的地方，没想到在回去的路上，竟然看到了斜照的夕阳和蓝调时刻交织的天边色彩，又让我停了下来。在拉森火山上看日落。这里是一个眺望火山遗迹的观景点，悬崖边斜立着一块巨石，仿佛像是在天外飞来的时候被按下了暂停键。这块看起来不太属于这里的石头，其实是大约在18000年前冰川作用的结果。那是这里古老的冰川将这块巨石从山体侧壁上剥离下来，混入冰体之中向下移动。最终当它抵达这里的时候，冰川已然消融，所以便留置于此，安顿了下来。而它这背后起伏的一座座山丘，其实是距今56万至36万年前一座巨大的复合火山的遗迹。在一系列的喷发活动之后，又经历了漫长的冰川和溪流的侵蚀，原本庞大的山体结构被逐渐磨蚀殆尽，最终留下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几座残峰。前面这个日落我真的迟迟不想走。是准备在他这个 Visitor Center 的 Parking 过夜，已经问好了，他这是可以过夜的，是10块钱，可以用他 Visitor Center 的 WiFi 和厕所。一般国家公园除了露营地都是不让过夜的，但是这个国家公园的访客中心停车场居然可以过夜停车 Car Camping， 只要你交10块钱就好了。看来在后面确实还是有挺多在这儿过夜的车，所以我今天也是准备在这儿过夜了就。明天将是一整天都在拉森火山国家公园，继续沿着景观公路一路停留。清晨去翡翠湖边吃早餐，看如镜面般倒映的湖水，徒步深入树林，近距离踩进火山留下的碎石地带，最后车宿在公园里的露营地。OK， 这就是我用 SUV 做床车旅行的一个简单设置啦，希望能给你一些参考。
如果你也好奇这将会有哪些有意思的体验，那你记得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